这一期我们钩织这款铃兰花毯，毯子用到的花朵和上一期杯垫的花朵钩法不同。我们先钩织叶子和花朵的部分，主体的部分放在了视频的后半段。在主体最后一圈的第一个长针上，重新起线，将线钩出，编织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短针，然后编织5个锁针，后面空出2个针目，在下一针上钩织一个短针，接着编织5个锁针，后面继续空出2个针目，在下一针上钩织一个短针，然后编织5个锁针，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1个短针5个锁针的顺序，环形编织1圈即可。叶子的第1圈完成之后，在第1个短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第2圈首先锁1针，在后面的锁针空隙处编织一个短针，然后编织3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长针以及1个锁针，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1个长针1个锁针的顺序，在同一个位置循环4次。第4针结束，接着编织2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短针。我们在锁针的空隙处一共钩织4个长针，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编织一个短针，然后编织7个锁针。7针结束，返回倒数第4针调理衫的1根线，钩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编织3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短针。这样完成第1组花样，后面重复操作，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编织一个短针，然后编织3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按照1个长针1个锁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4次。4个长针完成之后，接着编织2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短针，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编织一个短针，然后编织7个锁针。7针结束，返回倒数第4针，调理衫编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编织3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短针，这样完成第2组花样，后面重复操作，环形编织1圈即可。叶子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花朵的部分，在其中一个叶子上重新起线，首先在锁针和长针之间的空隙处编织2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未完成的长针，然后重复操作，在同一个位置一共钩织5个未完成的长针。5针结束，最后钩针绕线，一次性穿过全部线圈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，完成一个长针5针的枣形针。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，同样编织一个枣形针，首先钩织5个未完成的长针。5针结束，钩针绕线，一次性穿过全部线圈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，完成第2个枣形针。在接下来的锁针空隙处，再编织3个枣形针。
5个枣形针完成之后，返回开始的位置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2圈首先锁2针作为起立针，在2个枣形针之间的空隙处编织一个长针，然后编织3个锁针，在长针上挑针目以及侧面的一根线编织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完成一个狗牙针。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长针，后面锁3针，编织一个狗牙针。第1组完成，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重复操作，首先编织一个长针，然后锁3针，编织一个狗牙针。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长针，接着锁3针，编织一个狗牙针。第2组完成，后面重复操作，一共钩织5组花样。我们按照前面的方法，在织物的边缘钩织一圈花朵即可。现在我们编织主体的部分，首先环形起针，起针完成之后，编织2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然后绕线圈编织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穿过线圈将线钩出，2根线并一针引拔2次，完成一个长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绕线圈一共钩织12个长针。12针结束，收紧线圈，将线一次性拉出。最后在第1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2圈首先锁2针作为起立针，在第1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长针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。第1组完成，在下一针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长针，接着编织一个锁针。第2组完成，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2个长针1个锁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12次。第2圈结束，最后在第1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3圈首先锁2针，在第1个针目上编织一个长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长针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。第1组完成，后面空出一个针目，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长针，在后面的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长针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，这样完成第2组花样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3个长针1个锁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12次。第3圈结束，最后在第1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4圈首先锁2针，在第1针和第2针上各编织一个长针，在第3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长针，然后编织一个锁针。第1组完成，后面空出一个针目，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长针，在第2针上同样编织一个长针，
在第3针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长针，然后编织1个锁针。第2组完成，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4个长针1个锁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12次。第4圈结束，最后在第1个长针上编织1个引拔针。第5圈首先锁2针，前面先按顺序编织3个长针。3针结束，在第4针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长针。接着编织1个锁针。第1组完成，后面空出1个针目，然后按顺序编织3个长针。3针结束，在下一针上编织2个长针，然后编织1个锁针。第2组完成，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5个长针1个锁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12次。第5圈结束，后面的部分不再赘述，按照前面的规律进行加针，在每一组花样的最后一个长针上增加1针，每一圈各增加12针，钩到需要的尺寸即可。现在我们这款铃兰花毯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